我娘一个妾室，为了提升自己在家中的地位，擅自做主，给还未出生的我定了性别男。长大后，我被指定去了太子府当伴读，我把太子当兄弟，他却想当我夫婿。我娘是户部侍郎家的小妾，准确的说是别人送来的小妾，打点关系用的工具人。我娘快生我时，刚巧遇上我爹升官调去京城，而我娘这身怀6甲的身子，显然是不适合长途跋涉，她被留在了虞城。一同被留下的还有一个丫鬟和老嬷嬷，说是留下来照顾我娘。她一个妾室能怎么办呢？只能听命。我出生的那天早上，我娘喊来了丫鬟，让丫鬟写信告诉我爹她生了，生的是一个男孩。她想这样，我爹一定会马上接她去京城，她就能母凭子贵过上好日子。可惜我娘没能如愿，信是上午送了出去，我是下午生出来的，是个女娃，但信已经送出去了。她还天真的想着到了京城，就说是丫鬟搞错了，或者是写信的先生耳背听错了，总能糊弄过去的。只可惜我爹回信上一个字都没有提及要接我娘去京城，只为我起了一个名字南宫和，禾苗的禾。就这样，我和我娘被遗忘在虞城10余载。好在我爹还算个人，我们每月都会收到他从京城寄来的银钱，足以让主仆4人温饱。直到有一天，京城那边终于传来了我娘等了10几年才等到好消息，我爹派人接我们入京了。那几天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看见我娘那么开心，连着对我的口气都温柔了许多。我一点都不想去京城，那是一个陌生的城市，连同我爹也是一个陌生的人。我喜欢在虞城的生活，悠闲自在，没有人管束。我只是一个孩子，即便百般不愿，也只能和我娘一起踏上了入京的道路。到了府里，没有接风洗尘，就连我爹都没有见到。我们是从后门进的南宫府，被安排在一个破旧的院子内住下。说不难过，那肯定是假的。我脑子里想象过无数遍我爹的样子，即便是难过又能怎样呢？我娘一路上还担惊受怕，我这身份该如何和我爹解释？现在想来，我们的想法过于天真了。我爹会不会发现？我不知道，但我很有可能会被太子发现。我这边都还没见到我爹，转头就被派去了太子府。大娘子说是给太子当伴读，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去。可来的太监指名道姓的说了是南宫和，我只能硬着头皮进了太子府。这回就不是骗我爹了，成欺君之罪了。我娘这人胆子小，当场就晕了过去。我赶紧过去扶住，安慰她，是去伴读，又不是陪太子睡觉，不会露馅的。听到这儿，她才稍稍松了一口气。1年后，我再回想起这句话，真想抽自己2大嘴巴子。坐上去太子府的轿子，我盯着轿顶发呆，这屁股都还没坐热，就又搬到了太子府。不知道我爹长啥样，太子好不好伺候。后来听下人说，我才知道原来是皇上要给太子殿下找伴读，但来来回回换了好几拨人，说是太子都不满意。最后轮到了我爹，这大娘子怎么舍得让自己马上就要科举的宝贝儿子去给太子当牛做马呢？不知道怎么的，就想起来我这个被遗忘在虞城的小儿子。轿子盈盈落地，抬头时太子正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回到南宫府，我爹都没迎接我。到了太子府，倒是被太子亲自迎接了。太子殿下长得和虞城的公子哥不太一样，好看的不像话，这是我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想法。乌黑深邃的眼眸紧紧地盯着我，白皙透亮的皮肤透着棱角分明的轮廓，那双眼睛像是会说话一样。我被盯的脸上不自觉地染上一层薄薄的红晕。他只是站在门口看了眼我，对着一旁的太监点了点头就进去了。我像个下人一般，跟着丫鬟到了安排好的住所，就这样住进了太子府。住进去大半年，我才从太子口中得知，前面陪读的都是朝中重臣的子嗣，那些人都是等皇上退位后，极大可能成为他以后的左膀右臂，所以安排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彼此熟悉。最后到我这招的，可就是真的伴读了。起初我还收敛着性子，怕给南宫府惹祸，除了必要的接触，都尽量躲着太子。后来我发现他不光脸蛋长得极好，性子也是极好，从未对我黑脸，就连我将墨水打翻在他书写了半日的帖子上，也只是皱皱眉头重新写了一幅。自那以后，我便毫无负担的整日与他厮混在一起，性子这般好，以后一定会是个好皇帝。记得有次钓鱼，我失足落水，他想都没想就跳下去救我。其实我会游泳，只是他在我掉下去的瞬间就跳下去了，也不等我开口，只是救我上来时，俊美的脸红得不像话，倒是平添了几分魅惑。若不是我此刻是男儿身，倒真想亲上去。太子比我年长几岁，他这个年纪正是年轻气盛时期，可他对女子是一点都提不起兴趣。皇后为了明年选太子妃，找了几个暖床的宫女，想叫太子床榻之欢，却被他统统赶了出去。女子无趣得很，整日的柔软不能自理，还没南宫和好玩，这是他的原话。我听到后战战兢兢，生怕他发现我也是女子，也怕皇上觉得太子不正常，有龙阳之好，拿我兴师问罪。我是非常希望太子能沉迷美色的，他平时也没个玩伴，没事尽找我。好几次我在屋内唤叔兄，他突然闯进院里，把我吓得够呛。可他开窍的着实晚，比他小上1、2岁的皇子们都收了好几个同房。可他整日除了处理政务，闲暇时间就是跟着我玩钓鱼、玩蛐蛐，有时候还拉着我去戏弄下人，养的小黄像个顽皮的孩童。我娘原以为我很快就会回去，却不想我这一待就是大半年。有次我告假回府，他拉着我哭哭啼啼不停的道歉，说不该为了自己谎报我的性别，不然按女子的年龄我都可以嫁人了，是他耽搁了我。我一点都不怪我娘，若不是成了男子，我还不知道日子还可以过得这般舒爽。潇洒了这么多年，日后受点苦也是我应得的。太子殿下自从春季狩猎场回来以后，就开始心神不宁。南宫和，
我是不是该找女人了？太子这人也是好笑，这话问我做什么？他该去找他母后，我又没权利给他安排女人。太子殿下，你终于想开了！我喜上眉梢终于开窍了。顾皇后已经找我暗暗打探了不知多少遍了，若是她再不开窍，那皇后怕是要以为她儿子这方面不行了。收起你那自己的大门牙，吵到我了。不知道是我表现得过于开心，还是他到了叛逆期，太子没了原先的好脾气，带着点怒意凶了我。他气个什么劲？我这不是替他开心吗？终于要迎来人生中的第一炮了。春天果然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我非常贴心的跑去和皇后通风报信。皇后的办事效率果然是高，第2日就送来了4个女子，分别叫春困、秋乏、夏盹、冬眠。皇后娘娘真有文化，字字不提绝，却个个都喊绝。4个宫女姐姐，漂亮的让我嘴巴流下了不争气的泪水。我盯着她们猥琐的样子被太子尽收眼底，他异常的不耐烦，也不知道在狩猎场发生了什么。太子殿下从那回来以后脾气差了不少，而且这么多貌美如花的女子不看，他老盯着我干嘛？当天晚上，太子挑了一个与我有些相似的春困进了他那屋，这回我真是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了。第2日，春困顶着大大的黑眼圈，一脸怒气了出了屋。我蹲在门口，忍不住感叹太子好强，看样子是一晚上没多休息。哪知太子紧跟着跑出来，冲着女子喊道：“胜负未定，你跑什么？把旗下玩带走啊！”造孽啊！狗太子拉着春困通宵下了一晚上的五子棋，难怪一脸怒气，换我都该掀桌子了。后来夏盹、秋乏、冬眠，明的琴棋书画，暗的下药勾引，全史上都没成功圆房，最后换来了我被送回了户部侍郎府里。这个结果，太子不行，怎么让我承担后果？离开太子府那天，是一个快40的男子来接的，管家来接我了。太子殿下保重，我对他抱了抱拳。那是你爹。他黑着脸看着我，这不能怪我，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我爹，我只能尴尬的笑笑。从小跟着我娘在玉城长大，刚来京城都没瞧见我爹，就被送到您这府里，托太子殿下的福，这还是我第一次见着我爹呢。太子看我的眼神复杂了起来，有一点同情，又有一点可怜。他一定是想多了，我可太喜欢在虞城的日子了，巴不得一辈子都不用见我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去太子府镀了层金的缘故，这次回南宫府，家里的人都到齐了，站在大门口迎接。我娘被挤在最角落，她想朝我挥挥手，又怕抢了主母的风头，只能缩着手悄悄地跟我挥手。旁人不知道，以为是我完成使命，光荣下岗，只有我自己知道。皇后娘娘是怕我误了她儿子的性取向，把我赶出去了。不过这样也好，太子殿下有面子，我更有面子。我爹瞧了瞧我，先是斥责我娘在虞城没有将我养好，10多岁的年纪，个子还没他高。我瞄了眼旁边的哥哥，我只勉强到他下巴，的确是矮了点，不过也不能怪我娘，我若是长得同哥哥那般高，那以后可真的该找不到夫婿了。我娘听见我爹的责骂，低着头不屑的努努嘴，我知道她现在心里正在骂我爹。自从我被送去太子府后，我娘对我爹就完全失去了兴趣，只要不克扣他月钱，爱怎么骂怎么骂，他全当是条狗在放屁。他现在是比我更想回虞城，在虞城他是老大，加上下人我们3个都得听他的，在南宫府憋屈了大半年，他整个人都快抑郁了。晚上我的房内被贴心的塞进了一个暖床丫鬟，我和他大眼瞪小眼，他不动我也不动，最后我熬不住了，钻进被窝睡觉了。他被我安排睡在地上，为什么我不跟他睡？因为我怕他发现我没有弟弟。为什么让他睡地上？因为我脑子正常，哪有让自己受苦的道理？我又不是庙里的大佛。第2日丫鬟走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顾皇后送来的。得了，这下好了，我和太子殿下的事是真的说不清了。为了摆脱嫌疑，我时常留宿烟花柳巷，结果被我爹以败坏家风的由头抓回去，塞进了书院。也不知是那个王八羔子告的状，可我爹到底是老了，还忘了我生于虞城，那可是每年科举前3甲必中1个的城市。第2日，我就被教书先生亲自送了回去。老夫能力不及，还望大人另请名师。要不是因为先生态度诚恳，毕恭毕敬，我爹还以为是我朽木不可雕，被先生嫌弃送回来。其实在虞城时，那边的教书先生就总劝我去参加乡试，考取功名。我娘怕我身份暴露，一直不肯让我去。我爹听完先生的话，笑得异常开心，觉得我是难得一遇的天才，南宫家今后能在朝中站稳脚跟了，完全没瞧见旁边的大娘子脸黑的。我在一旁就是再傻也瞧出不对劲。我爹一走，大娘子就拉着我去谈话，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他出钱，我继续浪，但他得保证我爹不揍我。我这头刚准备当个纨绔子弟，那头就被太子殿下从女人怀里拽了出来。太子殿下，您怎么来了？那么闲还有功夫来找我？成日沉迷美色，作为昔日好友，特来劝解我。信你个鬼！我看你是喜欢我。被灌了点酒，我口无遮拦，他被我这句话噎得面红耳赤，不知道是气的还是被说中急的。南宫河，压着声音叫声我的名字，我知道他生气了。从那次以后，太子殿下就再也没来找过我，这反而让我有一些想他，也想在太子府的日子。南宫河，你看这条鱼像不像你？你怎么跟个瓷娃娃似的，碰都碰不得？快尝尝，特意给你留的桂花糕。这满园的春色竟然都没你好看，可惜了，那你要是个女子该多好。太子话很密，但下人却都说太子严苛，喜怒不形于色，小小年纪颇有帝王气势。我一度怀疑自己和下人们见到的
是不是同一个？太子殿下，为什么府里的人都很怕你？我喂一糕点到嘴里，歪着脑袋看着他。殿下见我这女儿家的样，嘴角抽了抽。你为什么不怕我？他脾气那么好，再生气也只是凶我一下，有什么好怕的？因为殿下是一个好人，至少对我很好。除了好人，没别的了。他提笔写下一连串的字，我在一旁一边研墨一边思考。还有长得好看，真好看。女子才在意样貌，男子喜欢听到的夸奖是才华横溢，能力出众。宣纸上明明因我夸他好看停了笔，墨汁晕染了一大片，他嘴里却还说不喜欢听这夸奖，口是心非。我是小又不是傻，何况我读书一点都不比太子差。我想回虞城，特别想，抓心挠肝的想。不对，我不是想回虞城，我是想太子殿下了。我想找人诉说，却找不到能倾诉的人。平时安慰我娘的时候一套一套的，现如今安慰自己，却只想拿绳子往脖子上一套。好在熬了3个月，那冒出来的情愫被时间一点点压下去。我娘跟我差不多，她不习惯京城的生活，10几年的幻想破灭了，满脑子都是想什么时候能回虞城。我们俩都魔怔了，每日坐在院里发呆。他想他的，我念我的。一道圣旨把我拉回现实，小太监夹着嗓子念了什么，我根本没听清，我就听清了。太子殿下要被送去敌国，他成了质子，怎么好端端的太子就送去敌国成了人质呢？我娘晃了晃我肩膀，我才麻木的接下圣旨。等太监走后，我娘就开始扯着嗓子在那哭。我消化了好一阵子，才理顺了思路。边疆连连失守，国库空虚，为了休养生息，也为了充实国力，皇上主动求和，送上2座城池，为表决不再战的诚心，送上本国太子，还附带太子妃入狱。所以我不是男子吗？怎么就成了太子妃？我娘显然还没反应过来，在那可劲的好似我已经去世了一样。拿着圣旨，我一路跑到太子府，殿下早有预料，眼眸微眯，坐在门口等着我。我冲到他的面前，拿着小刀抵在他的小腹，是报复我吗？报复我几个月前戏弄说他喜欢自己。他一点也没有因为我拿刀威胁而感到害怕，反而大手一挥，将我纳入怀中。这是要谋杀亲夫吗？因为心虚，我颤抖地问他这是何意。好兄弟当然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此行凶多吉少，孤特地请命父皇，让你陪同保护本太子的安全。他握住我的手，将手里拿着的木刀夺去，顺势还掐一把我腰间肉。太子妃又是何意？为了让你能时刻保护本太子，只能委屈南宫兄男扮女装了。他故意的，下人们说的对，我当初就应该和太子殿下保持距离，如今看到的才是真实的太子。突然有种80岁老人挑了60担水，顶着大太阳去村头浇菜，浇完发现浇的是别人家的无力感，从他怀里挣脱，气急败坏的样子逗笑了坐在那儿的人。我算是明白了，良心这个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存在唤醒。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复杂，意味深长的薄唇轻抿着。我到底是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看不懂这里面蕴含什么。10里红妆，3书6聘，8抬大轿，我如愿成了整个京城笑柄。我爹即便是百般不愿，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桩婚事。别人是全村的希望，到我这就成了全城的笑话。入夜吃醉了的太子进了房，看着坐在床边女装的我，深沉的眸底隐藏着难以察觉的情愫，粘稠拉长的尾音，懒散的声调，似笑非笑。我真想给他2大嘴巴子，狗男人自己要死，还非拉我垫背。想到一个人的心根本藏不住的，他把我搂在怀里，眼里的墨色翻涌，头靠在我的肩上，细细的闻着呼吸沉重热气，碰到耳畔引起一阵阵战栗，想推开却被他更加用力的束缚住。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扮男子是装的，但太子变态是真的。南宫和，你胸肌怎比我还大？他眼神迷离，双颊绯红，模糊不清的涂着字，极其好看的眉皱成一团，嘴里满是尚未消散的酒气。我翻着白眼将人踹开，大概是醉酒的缘故。他一个踉跄跌坐在了地上，一双凤眼苦大仇深的盯着我，眼里说不出的一股委屈。我哪见过他这般表情可怜的，好似惹人垂爱的美人。即便是花心的我，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我见一个爱一个里面最爱的那一个。将他从地上拉起，接着力道就将我压在床上，酒香四溢，闻得我都快醉了，嫣红浮上了脸颊。太子的嘴唇沾上酒气后，平添了几分诱人，如樱桃饱满圆润，若是一口咬下，一定能尝到瞬间爆发的浓郁酒香和香甜味道。我内心还在纠结，太子先忍不住扶了下来，瞳孔猛然收紧，四肢僵硬的抵在胸前，气息灼热，触感柔软，像一团棉花。浓密的睫毛，紧闭的双眼，呼吸相缠，淡淡的酒味在两人之间弥漫开来。良久传来了男人平稳的呼吸声。智者不入爱河，怨种重蹈覆辙。我就是那个大怨种。3天后，我南宫和女扮男扮女，带着必死的心态和太子踏上了路途。因为怨念，途中我对太子完全没了往日的尊敬。毕竟一个手里拿锤子的人，看谁都像钉子，包括太子。爱妃孤渴了，他慵懒地靠在马车上，微眯双眼，嘴角带笑地看着我。我朝太子扔了扁壶，背对着不愿看他，却不巧正好砸中他的胸口，闷哼一声，捂着胸腔。他说自己胸口不舒服，我摸了摸，挺舒服的。下一秒，手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擒住。这么喜欢吗？他握着我的手，眼神似是勾斗又似挑衅。太子殿下，我是男子说这话时，我的心砰砰直跳，但面上还是伪装成一片平静。太子妃这演技到了齐国，怕是第1天就被识破。
他挑着眉，眼里浮现的笑意暧昧非常。那该如何？我抽回自己的手，歪着头，睁着湿漉漉的眼睛，一脸天真的看着他。我是故意的，故意勾引他。上回是因为醉酒，我就是想看看他清醒时还会做出出格的事吗？下一秒我就被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狭小的马车内，我听见太子咚咚咚的心跳声。他表情平静，像是真的认真在教我如何演好一个太子妃。可熟透了的耳根出卖了他，是不是还要这样？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搂上了他的脖子，白皙带笑的脸突然敛住了笑意。方才还放荡不羁的人，莫名其妙的局促不安起来，随即脸颊蓦地红了起来，像是被说破心事的姑娘，眼神飘忽不定，挪向马车外，最后只是僵硬的点了点头。此时一阵大风贯穿整辆马车，太子脸上的碎发随风飞舞，配上微红的脸，说不上来的诱人。殿下，看样子是要下雨了，要不我们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再出发？两侧骏马上的侍卫靠着马车提议道。好，未到驿站。隆隆的雷鸣响起，雨点如期落下来，一颗颗豆大的雨点从空中掉落，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配合着呼啸的风，马车片刻之间就被淋得全湿，地面坑坑洼洼的积满了雨水。马车驶过，溅起一片片水花，我和太子都被淋成落汤鸡。初夏的雨水贴着皮肤，微凉的大风吹过，寒意阵阵袭来，令人不由自主地打着寒战。两旁的树枝猛烈地摇晃着，四周的野草在雨中无助地浮在地上，而我此刻正被太子护着怀里，深吸一口，是太子身上独特的香味。等我再次回过神来，我们已经在驿站的房间内，我正在思考如何换衣服。他倒先别扭地出了门，让我先换好衣服，他再进来换。胸上缠着的束胸因为雨水浸湿有点透明，我低着头思考着，不知道他刚刚有没有发现罢了。此行生死未卜，发现就发现了。数十日的奔波，如愿抵达了齐国。宫宴上我换上了华丽的花钗礼衣，朵朵祥云配着活灵活现的描金的凤凰，做工精细，贵不可言。低垂激发，插着镶满珍珠的金钗，步摇上的玉石撞击发出清脆的声响，腰以云带约束，更显纤细明秀。雅致的小脸上桃腮泛红，红唇微张，似欲引人一亲芳泽。东边日出西边雨，小爷我是大美女。我这身装扮不光唬住了太子，就连坐在一旁的官员眼睛也看直了。南宫和，你不是女子真是可惜。太子看我的目光灼灼，眼神炽热，直勾勾的，仿佛要燃烧出一团火焰将我吞噬。我只是盈盈一笑，对着太子的耳边轻声说道：闭上你的狗嘴，你这算盘打的，我在虞城都听到了。旁人还以为太子与我在说夫妻之间的亲密话，他也不恼，趁着我靠过去这会，轻轻在我脸颊啄了一口，翻脸可就露馅了，洋洋得意，满是得逞的表情，在他人眼里成了打情骂俏。他以为我会生气，拜托太子殿下这副容貌，怎么说也是我在占便宜好吧？怎会生气呢？倒不如趁着如今这身份，灌醉了拿下他的初夜。太子殿下敬你这种敬业精神。我举起酒杯，轻轻与他的酒杯碰了碰，他酒杯的酒水与我酒杯中酒水因为撞击互相交融。荷儿，叫得很恶心，下次别叫了。我这还没喝多就开始想吐了，我表情扭曲，侧眼看见太子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明白他是故意的，这我哪能示弱？倒满酒又敬了他一杯。巴山楚水，凄凉地，我先干了，你随意。说罢便一饮而尽，大概是我豪爽的样子引人注意，坐在对面的男子毫不避讳地盯着我。太子妃真是国色天香，敢问太子，吴国的女子都同太子妃这般，个个都是绝色美人吗？不错不错，齐国人都很有眼光嘛。若是都同荷儿一般，那她也不会成为太子妃了。他将我搂进怀里，对着询问的人宣示主权。我听出来那人想调戏我的意思，可我一点也不在意。我现在在太子眼里是个男子，被调侃几句无妨。离席接手，没走几步便被拦住，还好是我解完拦的，不然该憋不住了。做吴国憋屈的太子妃，不如给本王当王妃。是刚才宴席上那男子。以前我觉得自己喜欢温润如玉的，后来我又喜欢太子这种一表人才的，现在我才发现自己单纯就是色批而已。这种长相文质彬彬，实则斯文败类的反差感，倒也不是不感兴趣。王爷，我怕是不行。我看了看他的脸，又将视线挪到他的下身，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不是事，怎么知道呢？轻浮放荡，这样对比起来，还是更喜欢太子这种平时正经、私底下不正经的男人。他的手欲搭上我的肩，却不想被人拍开。六王爷要美人吴国送上便是，何故夺人所爱呢？太子殿下神色慢慢的沉了下去，语气克制，但话下那隐隐的不满之意呼之欲出。楚正你是吴国的太子，这是齐国。六王爷脸色一变，平静的话语下夹杂着暗流涌动，是暗示也是威胁。为两国交好，六王爷谨言慎行。太子薄唇紧抿，绷着脸丝毫没有想让步的意思。原来太子叫楚征，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六王爷瞪了眼楚征，压着满腔的怒火悻悻离去。怎么知道他不行？那人前脚刚走，楚征就赤红的双眼问我，不知道是醉了还是怒的，脖子上凸起的青筋一颤一颤。我瞧他脸就觉得肾虚，都是男人，谁不懂？我说的轻松，太子却头疼的揉了揉眉心。若是我没跟来，若是你没我，这男子的身份怕是要隐藏不住了。我夺过他要说的话。阿正，多亏了你。我似好兄弟一般拍了拍他的肩膀，配上今日华丽的女装，显得格外的不协调。听见我叫他阿征，他愣了愣，木木地说：别单独一个人，
我怕保护不好你。他是不是搞错了？当初拉我下水的借口可是让我来保护他的。接风宴后，楚征和我被变相的软禁在了他们安排好的府邸，说着好听，是派遣重兵来保护我们的安全，这就是监视加软禁。太子殿下，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趴在桌子上，无奈地看着正在专心写作的楚征。快了，再等等。他头都没抬。这句错了。我从桌上瞄着他笔下的字，他手里的笔只停了1秒，又继续写了下去。等他全部写完，拿起来晾干时，殿下是故意写错的。我盯着宣纸上的字思考了一会。很容易看出来吗？楚征看着字帖，沉默了。不容易，能像我这般聪颖的应该没2个。容易看出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跟了太子大半年，他平日里写作习惯早摸透了，一看便知道他在哪儿做了设计。我说真的。他认真的看着我，表情异常严肃。我清了清嗓子，端正了态度。我能发现，是因为与太子朝夕相处，换做旁人指定是看不出端倪。听完我的话，他稍稍松了口气，可又不放心的仔细看了好几遍。他有事且是大事，我想从那些错字上看出什么破绽，但套了好几个法子都没解出来。别看了，这几日寸步不离的跟着我。他的手在我眼前晃来晃，挡住了视线，字帖被送了出去，也不知道被送去哪里。再说一遍，这几日他还未说完，我便接了上去。寸步不离的跟着你，他都说了不下10遍了，我耳朵都要听出老茧来了。次日并没有发生什么，一切非常平静，只不过有些平静的过头。再等等，楚征从房内搬出好些茶具，泡上一壶茶，坐在瓶子里细细的品尝。我自从被太子坑成太子妃后，原来伺候他的活是一概不干，秉承着做事一定要3思而后行的原则。1思能不能做，2思能不能明天做，3思能不能让别人来做。结果就是好好的一个太子，如今连泡茶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夜里褪去繁琐的衣物，将整个身子浸泡在沐浴的桶中。燥热的季节，一日不洗，身子就黏糊糊的，难受得很。水沿着身体的曲线流淌荡漾，水滴顺着发髻滑落，溅起一点点涟漪。后背的发丝在水中飘逸舒展，像清晨的牡丹，在太阳的照耀下逐渐盛开。我还在那儿欣赏自己曼妙的身姿，砰门被楚征一脚踹开。他知道我在洗澡，以为我是男子，毫无顾忌的就撞开了门。六王爷谋反，赶紧穿上衣物，趁乱出城！他想跑来将我从浴桶中捞出，才走近几步就瞧出不对劲，脸涨得通红，转过身结结巴巴说：“我在外面，你快些收拾好。”就关上门，站在门外等着。瞧楚征这副没见过女人的纯情少年样，我一边穿一边忍不住偷笑，完全没有女儿家被人看见身子的慌张羞涩。出了门，本来喜欢对我动手动脚的楚征，把我当烫手山芋一样，想拉手又觉得不妥，最后隔着衣服抓起我的手腕，拉着我跑出府。这么避嫌，他不会真的喜欢男人吧？出府四处都是逃命的人，火光四起，街上堂有许多没了性命的士兵，尸横遍野，犹如战场。六王爷真的谋反了，府外看守的士兵早已调到皇宫，无暇顾及我们。楚征的手紧紧拉着我的手腕，手心微微出汗，不知道是天气炎热，还是因为他过于紧张。我们小心地越过一具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从未见过这种场景，我忍不住干呕了起来。别看，他轻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原本握着手腕的手松开，然后与我十指相扣。再不快点，等会儿躺在这儿的就是我们。他表情凝然不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我忍着胃里的翻滚，强行将注意力转移到四周活着的人身上，时刻保持着警惕。不远处城门大开，城门下是垒了好几层的尸体，几个叛军正与一群家奴厮杀，躲在暗处的老头哆哆嗦嗦地蹲在墙角，不敢冲出去。看来不只是我们想要逃出去。楚征手心紧了紧，眉头皱成一团，也在思考如何出城。等会儿我去对付那几个叛军，你趁乱跑出去。不等我答应，楚征就冲了出去。我趁着没人注意，猫着腰，借着月光照映下折射出的阴影，从一旁的城门溜了出去。方才在角落的老头见我不没被发现，学着我的样子，哆哆嗦嗦的也跑了出来。老头出了城，便立马逃离这是非之地。我躲在不远处的稻草垛内，一双眼睛瞄着城门口。楚征怎么还没出来？身处夏季，我缩我稻草垛内，手脚冰冷，不受控制的颤抖，吞了吞口水，拼命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忐忑不安的紧紧盯着唯一的出口。四周黑的仿佛要将我吞噬，悬在半空中的心波涛汹涌，胸膛有节奏跳动，仿佛要从喉结处跳出来，喉咙透出一股铁锈的味道。楚征出来了，顾不上他身上追着的叛军，拨开稻草，我朝着他的方向跑去。身后的叛军挥舞着大刀，楚征的衣服沾满了血迹，不知道是他的还是别人的。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对付叛军身上，根本没注意到身后的我。等我跑近时，他在大吼着让我快走。我看见他肩上的伤口，断线的血色玉珠沿着伤口滑落，一滴一滴砸进了我的心头。那伤口好似划在我的心里，刺得心脏一颤一颤的抽痛，内心燃起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眼里闪着一种陷入疯狂的烈焰，血液在身体里奔腾不休，完全失了理智。捡起地上掉落的刀剑，赤红的双目躲过好几次挥来的大刀，找到破绽，一剑贯穿叛军的身体。那人应声倒地，一手拿着剑，另一只手拉起已经虚脱了的楚征，消失在夜色中。夜色开始发亮，东方的地平线上泛起一丝金色的亮光，那些亮光慢慢铺开，
直至笼罩大地。隔壁的镇上，我用身上仅剩的首饰换了少许银钱，又去裁缝店买了2套现成的衣物，将楚征身上的衣物褪去，露出结实的胸膛上一道混着深色血液的伤痕，刺痛我的神经。按照大夫的指示，清洗伤口，更换药物。楚征不出意料地发起了高烧，眼神迷离，苍白的面孔上透出一股青灰之色，胸膛起伏不定，断断续续地喘息着，细细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渗出，脸庞因痛苦而扭曲，好似承受巨大的折磨。这场高烧整整烧3天3夜，第4日高烧退去，伤口逐渐愈合，没有感染化脓的迹象。楚征醒了，还要再睡下去，我都弹尽粮绝了。原本苍白的脸有了一些血色，半眯着眼看了看四周围的客栈，知道皇城混乱，坐地起价。我没那么多钱，只找到一座没人的破庙。越往后，我的声音越小。没事，只是皮外伤。这几日辛苦你了。靠在破旧的柱子上，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胸口。我捂着胸口呛声：收起你猥琐的眼！我没想到南宫河还可以试试鱼水之欢的鱼。他靠在那儿闭上眼，嘴角笑得都快咧到耳后。收起你那呲起的大门牙，丑到我了。我将原先他凶我的那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他听后反而笑得更欢了，肩膀不停抖动，因为扯到正在结痂的伤口，又痛得龇牙咧嘴，活该。所以南宫河，你为什么不是男子？他轻飘飘地说着，嘴角的笑意没有褪去，依旧闭着眼靠着柱子。我将事情的原委全部告知，他听完后睁开双眼，严肃认真地盯着我，一字一句：我们是拜过天地的夫妻，你可不能耍赖不认。我没打算赖掉，可嘴贱的想逗逗他。这怎能当真呢？这句话刚说出口，方才还气定神闲的太子，下一秒眼尾泛红，潮湿的眼睫遮住了他眼底的神色，略带沙哑的嗓音带着轻颤，吸了一口气。半晌，南宫河，你当真不喜欢我？眼眶微红，苍白的脸上全是委屈。我错了，我错了。他这副惹人心疼的模样，我哪还舍得逗他？快要被自责淹没，连声音都透出些局促慌乱，全然没看见低着头的男人，嘴角露出得逞的浅笑。跟着太子混，3天饿9顿，他谋划了大半个月的逃跑计划，硬是没将我们跑路时需要赢钱这事算进去。我俩靠着点到身上觉得贵重的物品，苟延残喘的往吴国的方向一路前行。我成了年少的小公子，他穿着别扭的女装，成了高大威猛，好似能倒拔垂杨柳的丫鬟。我倒没引起路人的注意，倒是他这身形配上女装，着实引路侧目。后来我还是让他穿回了男装，伪装成我的侍从。我们俩男人行走在路上，瞬间顺眼多了。可最后还是没钱了。从昨晚开始，我便没再进食，饿得前胸贴后背。楚征更惨，从昨日开始就只喝水，其他食物都给了我。太子与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这么一天。阿珍，我们不会饿死在路上吧？楚征前几日肩部受伤，加上最近伙食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脸颊肉眼可见的消瘦。我再心疼，也只能无能为力的看着。不会的，他笑着摸了摸我的头，从怀里掏出一枚玉佩，估摸着只有半个巴掌大小，通体温润，上面雕刻着双龙戏珠，晶莹剔透，乃是上品。不能，这是象征着太子身份的玉佩，怎么能将他典当了去？何况若是典当行的老板是个懂行的人，一眼便能看出这玉佩所蕴含的身份地位，这也变相的暴露了我们的身份。等回吴国你就知道，太子早已换人，玉佩对我来说根本无用。不知是近几日饿的，还是他对这事无奈，口气轻飘飘的，有气无力的说了这话，然后又揉着脸，笑眯眯的对我说：你也做不成太子妃了，可还愿意跟着我？我也不稀罕做太子妃，若是他愿意跟我回虞城，和楚征开个书院教书倒也不错。我想着，不禁对我这可行的方案点了点头。楚征以为我点头是愿意，低眸含笑，这我倒让我来了主意。城里转了几圈，找到一家书院，在门口捡了书童不要的宣纸，挂在路边捡来的树枝上，有人看过来就同人说代写书信。文化人到哪儿总不可能饿死吧？客人倒是没招来一个，倒是招来一个脸上横着一条刀疤、凶神恶煞的中年男子。我怕是来找茬的，吓得躲进楚征的怀里，胆怯地看着来人，完全没了前几日手刃别人那股狠劲。主子，我来晚了。那人单膝跪在地上，对着楚征面露愧色，是楚征的部下。我疑惑地抬头看向将我搂在怀里的人，原来皇上虽然从小按太子的要求去培养楚征，但实际上只是将他顶出去，当做其他皇子想上位的一个活靶子。皇上实际想要立的太子，一直都是苏妃的儿子四皇子。为了保护2个毫无背景的母子，先是对苏妃刻意冷落，后对四皇子不冷不淡，随意放养，私下却将自己最信任的人派去保护。皇上一直忌惮着皇后的家世，功高盖主的顾将军战功赫赫，若是皇后的亲儿子坐上皇位，那萧家的江山是姓萧还是姓顾，就未可知了。表面一直将楚征当成未来的接班人，就连朝中的重臣也将他当成未来的皇帝，一边笼络将军府，一边讨好太子。可是楚征自己知道，父皇一点都不喜欢自己，他所有的慈爱、欣赏、表扬都是假的，都是违心表演出来的。这种演技也许能迷惑母后官员，他楚征原来闲。后来有次偷看到父皇亲密地摸了摸四皇子的脑袋，眼里充满爱意，和看自己那种眼神完全不一样。
若是没见过，他也能流露出寻常人家父亲看待儿子的表情，他也不会怀疑他对自己的感情。怀疑的种子一旦在心中种下，就会一点点生根发芽，一步步剥丝抽茧，知道的自然也就越来越多。知道父皇只不过是为了他最心爱的苏菲扫平障碍，为他心爱女子共同的儿子搭桥铺路，让他们爱情的结晶继承他从兄弟那儿抢来的江山。知道他对母后的堕落情深都是表面，背地里全是厌恶，好似宠幸母后这事是被将军府逼迫，自己一代帝王竟要受臣子胁迫。也知道他厌恶母后，厌恶从母后肚子里出生的他，厌恶他身上遗传的血液有一半是将军府的，以及厌恶自己和舅舅有些相似的面容。所以从很小开始，他便学着父皇伪装自己，连母后也不曾与他说过，一副顺着父皇安排好的路，步步掉入设置好的陷阱。吴国边疆失守只是假象，为的便是让齐国放松警惕，趁机反攻，将楚征送至敌国，也是为了让他们真的相信吴国国力衰弱，更是为了给即将16岁的四皇子空出已经安排好的太子之位。楚征此行，皇上是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他早在好几年前便在私下与祖父密切来往，建立起私密的暗卫组织，为的就是预防皇上日后对将军起了杀心，也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是一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暗卫，有些进入了军队，有些成了小小的城门守卫，有些是衙门的衙役，他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他们都是战死沙场的士兵后代，为将军府提供举国上下大大小小的情报。楚征在这中间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往后若是祖父去世，那他就成为新的领主，将军府的那些舅舅为明，他则为暗。所以你是真的拉我一起去死？我掐着楚征的脖子，一脸想要杀人的表情。他将我抱住，亲了口脸颊，温柔地笑着。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怎么会让荷儿有性命之忧？哪怕拼上我这条命，也会让你先逃。不对，那我如果是男子？我疑惑地看着他。我喜欢荷儿你这个人，不管你是男子还是女子。他眼神坚定，感觉自己是个深情大美男。我翻着白眼，感觉他是真的超级大变态。往后作何打算？回京城是不可能了。消息已经放出，身穿蟒袍、面目全非的尸体，过几日就该入京了。往后便再无大皇子，手里握着象征着太子身份的玉佩。他眼神坚定地看着远方。荷儿想去哪儿，我便陪你去。思索片刻，又低头看了看我，搂上肩膀。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说着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结果刀疤男过来说了两句，便起身赶赴京城。对不起。马车上，楚征嘴里说着歉意，眼睛却看着窗外，不安的情绪爬满枝头。皇上要废后，刀疤男刚收到的飞鸽传书，是楚征外祖父传来的消息。其实废了也好，让皇后住回将军府吧。我拍了拍他的后背，暖心安慰。就怕父皇起了杀心，原先还忌惮着我太子之位，怕动了顾家引起反噬，到时将起兵造反，将我捧上皇位。这也是为什么皇上处心积虑的想让楚征死，还只能设下层层圈套，假他人之手。尤其是齐国，刚好可以用这个由头让顾家出征讨伐。战况无论胜负对他都有利，胜了又增添领土，负了那顾家这心头大患也便除了。连夜赶路，终于在4日后抵达。废后的圣旨已经下达，理由是谋害皇嗣，也恰好是那一日，穿着楚征蟒衣的尸首运进了京城。我们刚好赶上了为太子举办的国丧仪式，活着看自己葬礼的感觉怎么样？楚征伪装成平民百姓，站在外头围观着仪式。因为是夏季，原本就面目全非的尸体早已臭气熏天，说不定体内都爬满了蛆虫。荷儿，你总是有一种不顾人死活的俏皮。他捏了捏我的鼻子，拉着我引入人群中。顾家已经申请告老还乡，等葬礼结束便启程，等他们安全离开京城，你想去哪儿我都陪着，绝不食言。他心里还记得自己失信的那句话。那顾皇后呢？废了的皇后是待在冷宫吗？在将军府外，祖父已交出兵权作为代价换来的结果。我想去看看我娘，又担心暴露，倒是坏了楚征整盘大棋，只能忍着思念离开京城。他问我想去哪，说当然是回虞城了，住回原来的虞城老宅，心里说不上的舒坦。太子到底还是不懂男女之事，我同他同床共枕将近1个月，他只会亲亲抱抱举高高，所以之前那些教你房事都丫鬟，为什么都被你赶出去？若是不赶出去，好歹俩人有一个是有经验的。现如今俩人完全不知道如何进入下一步夫妻之时，时机成熟，我早晚是要离开的。若是同他们有了夫妻之实，日后怀了孩子，难免牵连无辜。我们躺在床上，我枕着楚征的手臂，他的另一只手细心地拨开我额前挡住眼睛的碎发。那你当初就好意思把我牵扯进来？他的手臂留下了一排泄愤的牙印。那时我以为你是男子，私心想让你一直陪着我。若不是父皇一心想我死，这种荒唐事他是不会同意。他笑着看着我留下的印记，真诚地解释：现在时时刻刻陪着你可以，等你死了别惦记着，拉我一起陪葬就行。毕竟我小上他好几岁，日后肯定也是他先死，自然不会。我尽量活在你后头，操办好后事再下去找你。说完大白天的拉上了被子。3个月后，我娘回虞城了。他在老宅见到我，眼神从错愕到惊喜，再失声痛哭，双手先是将我搂入怀里，发现不是鬼魂后，不停地拍打着我的后背，嘴里喊着我这没良心的。我也想写信给他，但又怕事情暴露，毕竟这事太大了，担不起风险。最后楚征拿好多钱，才让我娘不那么伤心，说是补偿他在南宫府1年的窝囊费。原来我娘一直以为我也跟着太子在齐国乡消玉殒了。
打那起便没日没夜的在后院哭。我爹是整个脑子都被哭反了，大娘子自觉理亏，也不敢责骂。夫妻俩躲我娘像是躲瘟神似的。后来我娘哭累了，南宫府没有我生活的痕迹，便想回余城睹物思情。大娘子和我爹知道了，就差大摆宴席，1个时辰也不耽搁的将我娘送上马车。也还好我娘回来了，教了我许多成人知识，我与楚征终于算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3年后我诞下一子，名叫楚雨，了却了我娘上半生的遗憾。楚征倒是被生子的场面吓坏了，发着毒誓再也不让我怀上。顾皇后也收到了我生子的书信，因楚征一直没跟她解释我是女子的事，她自个儿想破脑袋都没想明白我是如何生子的。我当了娘亲后，想起3年前没有将活着的消息告诉我娘，这做法是多么错误。若是我的孩子没了，那我感觉好似天塌了一般。楚雨3岁以后开始变得非常调皮，我每日都在我好爱他，可真想掐死他之间反复横跳。好在楚征情绪比我稳定许多，总会耐着性子和孩子沟通，我们一起陪着孩子长大，又一起伴着彼此变老。